今日运势平。小吉，小黑山南边山腰，一只迷路的兔子撞死在雪地中。午时之前去，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峰有数只鹿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熊年迈的狼王被新狼王击败，放逐到小黑山北路。若能取得狼皮，可以大赚一笔，但要小心狼王的攻击。每日一卦未卜先知，我没学过狩猎，前去猎杀鹿和狼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稳妥起见，还是去捡兔子适合。系统明确说了，5时之前前往才有收获，得马上行动。挂签指引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片区域。啊，个头倒是不小，今晚家里总算能吃上肉了。哎，居然还有一只兔子脚印，兔子的窝一定就在附近。找到了，先做个标记，明日再来下套子。时间还早，顺路砍些柴火回家。可惜袋子只能装一只兔子，另一只只能别腰上了。听说山林越深处，珍禽猛兽越多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要避其锋芒，总有一天我要猎狼。江晨，还真是你！你居然没事儿！张三婆，哄骗原主卖了全家的活命粮的狐朋狗友。你这件狗皮袄品相真好，不如当了。咱们兄弟俩进城痛饮几杯。你身上这件棉衣也值几十文钱，不如先当了，请兄弟我吃喝一顿。这家伙平时果断当了享乐趣，今日怎么不一样了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可是我家里唯一一件棉衣，当了我还怎么过冬？不舍得就滚，别妨碍我。哎，你小子居然抓了只兔子！嚯，好大一只！那个，正好你嫂子这2天病了，我拿回去给她补补。放下！大周兴业18年冬，岁欠灵机，草根绝境，洞内江坡者相望于道。村落炊烟几绝，都怪陈花和张三婆，蛊惑小陈把粮食卖了买酒，不然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我这就找他们算账去。张晨这泼皮无赖的性格，就是你们惯出来的。小陈是我弟弟，你眼里就只有这个弟弟。咱们家的活命粮都被他卖了，这荒年我和孩子们怎么熬？分家！都怪我这个老头子，是我没管教好他。我穿越了。还是荒年无赖身上。爹，小陈醒了。孩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爹以为爹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先喝碗热粥，别着凉了。我不饿，这粥还是先给能文和小云吃吧。小陈，你身子骨这么弱，还是自己吃吧。再苦不能苦孩子。这泼皮之前对孩子们避之不及，怎么突然这么好心？谢谢小叔。既来之则安之。这么可爱的侄儿侄女，还有疼我的父兄，我必须得带他们活下去。哥，嫂子，爹，之前是我混蛋，以后我一定痛改前非，让咱们家在这荒年活下去，吃饱饭。小弟，你终于懂事了。孩子，回头就好，你还是爹的好儿子。起来吧。咱家就这么点粮食，这么多口人，我去外面再找找树皮草根吧。你要小心。
每日一卦系统加载完成，该系统可帮助宿主预测未来，未卜先知，是否解锁今日卦象。系统太好了。江晨，一只兔子而已，至于吗？还是不是兄弟了？不奉。江晨，亏我还拿你当兄弟，居然为了一只兔子跟我动刀！别，我还，拿去，快拿去！平日里只会蹭我吃喝，还哄骗我卖掉全家活命口粮，你也配谈兄弟情谊？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我那是家里穷，要是有钱，滚！耽误了这么久，他们肯定饿坏了，我得马上赶回去。乔翠，晨儿现在也懂事了，你看能不能等到他成家后再分？好，就等江晨成家后分家。可没有粮，咱们一家又能撑多久？粮食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吧。儿子的罪，老子担。小陈这个点怎么还没回来？去了这么久，不应该啊。爹，小陈刚刚出门拿了一张狗皮袄子，不会是骗我们出去？其实偷偷进城当了狗皮袄，花天酒地了吧？坏了，我怎么就信了他？我这就出去找他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出门去哪儿？小陈，你回来了。袄子还在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又……外面草根树皮都被人挖完了，我只好砍了点柴回来。这乱世荒年，能吃的都吃完了，隔壁村都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。你砍了一些柴火也好，大冬天的也能取取暖。吃的东西，爹再想想办法。不用想办法，我自己犯的错，自己当。我说没找到树皮，可没说没找到其他的。大哥，嫂子，爹，你们有多久没闻过肉味了？自打荒年，别说肉，连正儿八经的稀粥，咱们家都没尝过几口。那咱们今天就好好尝尝肉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兔子！好肥的雪兔，这得有个3、4斤吧？这兔子真是你打的？也不算我打的，碰巧捡到了。嫂子，大家都饿了，这兔子交给你了。好嘞，来了来了，快吃！哇，好香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哭了？只是没想到，咱们一家居然还能吃上荤腥。爷爷，您先吃。爹，你伤还没好，多吃一点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最辛苦，多吃点儿。小陈，你今日上山打猎，嫂子还误会你，对你心存偏见，嫂子向你道歉。嫂子，以前是我整日惹是生非，让你在这个家受了不少委屈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还有一块肉，谁要？我。谁说小叔坏？小叔最好啦！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这真是小陈吗？他今日不一样，不像原来的他。糟了，忘了维持人设。行了，剩下的肉和汤都归我了。这才对嘛。没盐没香料，还不如烧鸡好吃。这肉谁爱吃谁吃。我有我在，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
是兔子，好肥好香，真是兔子肉。对啊，是我亲自进山凭本事猎到的，肉质紧实，肥美多汁，香气扑鼻啊！我本想给你们尝一口的，可惜你们不信啊。亲家母，这是小臣自己打到的兔子，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？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只要咱们家能拿出兔子肉，就不要彩礼。这婚姻大事得花儿自己做主，我说了不算。你们这是打算耍赖？其实吧，我觉得孙婶说的对，大花这么漂亮，50两彩礼哪够？起码也得60两。你这孩子，刚才才夸你聪明，怎么转眼又犯浑了？还是江晨懂事，30两确实太少，就应该60两。60两，亲家母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姓江的，你可要想清楚，除了我家花，还有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你家个不成器的二小子？最多50两，大不了明年上一趟二黑山，再卖3亩田，差不多够了。行，看在同村人的面子上，50两就50两，不过就只等1年，1年后要是再凑不够彩礼，婚事作罢。好，就50两。疯了，你们全都疯了！对，就50两，不然就对不起花儿。这只兔子算是孝敬，婶子你带回去吃。算你这泼皮懂事。你干嘛？你刚叫我泼皮，我平生最恨别人叫我泼皮了。如此如我，这亲不结也罢。谁不知道江晨是10里8乡的懒汉泼皮，还打兔子肉？怕不是当了你老江家的家底进城换的吧？狗改不了吃屎。别的你可以不信，但是这兔子肉，小臣实实在在拿回来。真拿回来了？那也拿出来让我长长眼，闻个香啊！就那一只兔子都被我们吃了，剩点汁也被小陈拿走了，我们哪里拿得出来啊？拿不出来，那就是吹牛。既然你们这么信江晨，那咱们打个赌，你们真能拿出兔肉，彩礼我不要，花儿嫁给他。可若是你家拿不出兔子肉，不仅要足额奉上30两聘礼，你们江家1半田地也要划归我们陈家。怪不得要上门退亲，原来是看上我们家的田产。哼，是你家二郎非我家陈花不娶，我可没逼你们。哟，吵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这就是把原主迷得神魂颠倒的未婚妻，看着也一般。甭套近乎了，既然你们不敢赌，就按期备好30两聘礼，1分都不能少。打赌好啊，我最喜欢赌了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是江晨自己要赌的，可不许反悔。娘，我好像真闻到肉香了。你就是饿昏了，就老江家连1粒粟米都拿不出来，哪来的肉？万一呢？小陈，你别胡闹，兔子都吃了，你就出去一会儿，哪来第2只兔子呀？小陈，嫂子知道你想娶陈花，但也不能赌上田产，那是我们一家人的活路。嫂子，爹，你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就是兔子吗？我上山一趟，随便就能打到。你蒙谁呢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上山喂狼都嫌你塞牙缝了。行了，愿赌服输，赶紧把你们家的田地契约拿出来。孙金梅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吃的一根骨头都不剩了，好久没吃的这么痛快了。娘，我还饿。你咋那么能吃呢？没有了啊，碗里剩点汤，明天熬点稀粥。嫂子，放着我来收拾吧。啊，嫂子，这碗底汤可鲜，都是我的，你们不许抢。孩子还在长身体，爹的脚伤也需要多吃补充营养。如果我把2只兔子拿出来，嫂子也肯定不舍得立刻吃，看我偷偷去厨房烤了给他们惊喜。小陈虽然还有些脾气，但是确实比以前改善不少。接下来只要能安心娶妻过日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张老头，你出来！这门亲必须退。亲家母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当初2家早已定下婚约，还给了定亲银。订婚银，当时是说了20两银子的聘礼，可聘礼呢？今天这门亲我退定了。亲家母，再宽限一段时日，等开春我就进山打猎去，我一定给你凑齐聘礼。贸然退亲，对你家陈花名声也不好。
说实话，我也就是为了我家花着想，成亲也可以，得加钱。还要加钱？加多少？10两，凑齐30两白银，我立马让花儿过门。30两，这是娶县城大户闺女才有的聘礼吧？我们乡下百姓家哪儿来的30两？没钱就打一辈子光棍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1年后我带着聘礼去提亲。爹，当初我嫁进江家，一分聘礼没要，平日里还一直贴补家用。乔翠，少说2句。你也看到小陈变化，今天还打了兔子肉回来呢。那也不能为了他娶个老婆白白花30两银子啊！要是早知道江晨一口肉得让咱们花30两，我情愿饿着，我受够了。今天要么分家，要么我直接离开这个家。他爹，小陈好像真的变了。当然变了，以前他要是捡到兔子，肯定拿去卖了。今天居然舍得拿回来，可这变得也太突然了，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你说老二会不会想把爹哄开心了，回头就去要田契？现在家里值钱的就剩那几块田了。瞎说什么呢？小陈不是那种人。就是小叔是好人，肯定不会这么干。死丫头，一顿兔肉就把你收买了。我说，要不你过去看看，这爹要是真糊涂了，你还能劝爹2句。我劝什么？就算全给小陈，那也是爹的意思。睡觉。爹，我就知道你今晚一定会过来找我。爹，我确实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爹明白你的心思，这就是咱们家的田契，这2亩留给你大哥，其他的你都拿去。女娃子嘛，哄一哄就好了。老大，爹对不住你啊。叫你泼皮怎么了？村子里谁不知道你是泼皮？还敢骂我，今天砍死你！杀人了！江晨杀人了！小陈，快把刀放下！江晨，你敢拿刀吓唬我？别想我把女儿嫁给你！你给我等着！下次来求我，就不是50两这么简单了！呸，跑得倒挺快。这下可怎么办？本来都不要彩礼了，下次恐怕真的50两银子都不够了。爹，你先坐。陈家明显就是冲着咱家田地来的，怎么可能不要彩礼？而且花50两娶那女人，我觉得不值。可小陈，方才明明是你主动开口，把彩礼抬高到60两。我故意顺着他们说的，这样日后再有媒人上门提亲，他们肯定开口要50两聘礼。那么高的彩礼，肯定嫁不出去，到时候陈花肯定要怪他娘今日说错了话。就是这个理。你这小子整天一肚子坏水，退亲倒是痛快了，可你现在的名声，除了陈花，谁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你？爹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再说，要真娶了陈花，家中没钱，我留得住吗？爹，放心吧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娘，兔子！什么兔子？江晨送的兔子还没拿呢！你做什么白日梦？他都发疯了，还能把兔子给你？回家喝粥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。都怪你，非要说那种话。我骂他泼皮怎么了？
他本来就是个泼皮无赖。60两聘礼，60两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急什么？等明天一早，我找人给你说媒，只要媒人一上门，他呀准跪下给你道歉。真的？放心吧，江辰那小兔崽子逃不出咱娘俩的手掌心。爹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要田契的，我是想求您教我学射箭，好上山猎鹿。你来就是为了学射箭，好去打猎。打猎可是老爹压箱底的本事，不会不肯教我吧？我要是能抓到猎物，那之后出去肯定是最威风的那个。原来是为了面子，不过肯上进总归是好事。只要慢慢教导，将来未必不能走上正道。好，只要你肯静下心好好学，爹肯定毫无保留，手把手教你。多谢爹，那我不打扰您歇息，先回房了。还好我穿越了，不然换成原身，这家业田产恐怕也保不住。来了，早饭来了。今天还有兔肉可以吃吗？哪能天天吃肉？不过我用昨天炖骨头的汤炖的野菜糊糊，香得很。爹，您先吃。爹的腿伤还没好，2个侄子侄女还小，光吃这些可不行。爹，昨天二郎去你房间干啥了？我看你们还点了灯。小陈想学射箭，让我教他。就这？是啊，你以为是什么？小吉，小黑山脚下数只山鸡常在灌丛中取暖，傍晚靠近，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鹿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曾经的狼王被迫来到了小黑山北路，若能取得狼皮，可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狼王的攻击。鹿和狼王都还在，等着，等我学会射箭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还是这种没有任何风险，且不需要任何捕猎技巧的最适合现在的我。小叔，你打猎能不能带我们一起？带上你们也可以，但必须听话。听话，我们一定听话。山鸡应该就在附近了，但也不能太过明显，还得装样子。山鸡鸡毛，哇，真的有呀！小叔真厉害，这都能发现。来，跟着我往前走。小叔，这里有山鸡吗？嘘，山鸡怕冷，现在肯定躲在那堆灌木下面。小云，你去左边，能稳你去右边。等我拨开草丛，你们就上手抓。抓到鸡了，抓到鸡了！小叔好棒！山鸡跑了！小叔，山鸡跑了！没事，下次再来。你看，咱们已经有4只了。回家有鸡汤喝啦！笑死我了，这可真是大快人心。嫂子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今天一早，孙寡妇跟说媒的王婆打起来了。今天一早，孙寡妇跟说媒的王婆打起来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今天孙寡妇找人给她女儿说媒，张口就要50两银子的聘礼，把王婆气得够呛，两家当场就打起来了。之前不过随口一提，这对母女竟真敢要50两聘礼。
也不撒泡尿照顾。大哥大嫂，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山鸡还是4只，小叔可厉害了，隔了老远就看到了山鸡的鸡毛，带着我们直接扑上去抓。竟然找到了山鸡窝，你们运气不错啊！才不是运气，是小叔厉害。小陈，这山鸡你准备怎么办？当然是吃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小陈，家里没粮了，那今天先炖1只，喝汤，明天再炒1只，吃肉，剩下2只你们处理。那成，2只也能换20多斤粟米呢。对了，爹呢？爷爷，你快看，小叔抓的山鸡。不错，不过打猎可不是靠运气就成的，别太得意了。嫂子，挑1只最肥的炖了，给爹补补身子。成，我这就去。爹，你什么时候教我射箭？等我学会了，以后天天上山，给您打山鸡吃。说得好听。来了，鸡汤来了。今天这鸡汤怎么这么鲜香？就多撒了点盐，没别的。难怪昨天的兔子汤没什么味道，看来嫂子是知道今天能换粮了，心里有了底气，多撒了1撮盐。鸡汤太好喝了，我还喝。有我在，以后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吃完饭跟我去后山学射箭，只要你学会射箭，这把弓就归你。爹，您说的真的？只要我学会射箭，这把弓就归我？你以为射箭那么容易学？若是你依旧半途而废，以后就别想再碰我的弓了。你放心，我这次保证一定好好学。箭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得知道它哪头沉哪头稳，放出去才不打晃。眼神要定，盯着靶子，把它当成猎物的眼睛，盯紧了，直到它在你眼里大如磨盘。射！稳住心神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射！好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这小子竟有这等箭术天赋。哼，果然是继承了我呀。下一个就是锻炼灵动。猎物是活的，所以你的眼睛也得是活的。盯紧这个狮子，等我抛出去以后，不要让它消失在你的视线中。期间，手不能动，弓不能晃，直到将其击落。准备。不错，再来。射中了，我射中了。不错，可惜这副身体的底子太差，还是得练。不过比起臂力，我的技巧和视力都远超常理，只要增强气力就够了。射艺这一行走得通。射箭的技巧与时机把控，你领悟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只需要你多加练习。好。爹，小陈，吃饭了。
嫂子，今天怎么没有肉啊？小陈，今天虽然没有肉，不过我用菜根炒了鸡杂，还放了点猪油。如今什么光景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村里哪家能天天吃肉？小陈，要不你先将就吃点儿，另一只鸡明天再吃。看来嫂子还是想把肉剩下来换粮，但爹要养伤，侄子侄女要长身体，光吃粥可不行，必须想办法帮大家都补充补充营养。我不管，明天一定要有肉。嫂子，你也清楚我的性子，我这个人一旦嘴里寡淡缺了油水，脾气上来，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臭骨头，才安稳了几天，果然还是死性不改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明天一定煮。这还差不多。孩儿他爹，你换到粮了。今天忙活一天，卖柴火一共换了300文钱，加上2只山鸡一并卖掉，总共只换到26斤粟米。才换这么点粮食，就算省着吃，也只够全家撑10天半个月。嫂子，你放心，大不了我明天再上山一次，多打些猎物回来就是了。如今我学会了射箭，也是时候上山猎鹿。命星山民，小吉，小黑山山顶2株5年份天麻成熟，天黑之前带着鱼叉或渔网前往金石潭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鹿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小黑山北路来了一只孤狼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。但孤狼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必须小心靠近，否则容易被撕成碎片。命星是什么意思？山民是指我当下的身份吗？若是日后我的身份发生改变，这卜卦的方向说不定也会跟着变。金石潭、天麻，那可是名贵药材，猎鹿还得再等等。今天上山目标就是挖天麻，然后去金石潭捉鱼。小陈，你这是要上山打猎？嫂子，我进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再搞点肉。我准备了饭团，淋了鸡油，你拿着路上吃，顶饿。谢谢嫂子，我今天可能回得晚点儿，吃饭不用等我。还会说谢谢了，真是变了。金石潭的路不好走啊。二黑山，迟早有一天我要踏平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奇怪，挖了这么久，怎么半点天麻的影子都没有？难道藏在石头底下？5年粉的双生天麻应该值些钱，这次上山不亏。接下来就是金石潭了，不过去之前先去路那边踩个点吧。是谁躲在那里？滚出来！别紧张，我是前面长河村的猎户贾凡，刚从那边来。你先把弓放下。你是三山村的，看着眼生。你是谁家猎户？江家。江家？江有林是你什么人？我爹。难怪，江老头这么久不上山，是把手艺传给你了。难怪我说这弓看着眼熟。来来来，给我亮一手。我才学打猎，上不了台面，我得下山了。你在这守。别走啊，今儿还没见红吧？刚开始打猎都这样，拿着。当我给你的见面礼了，那就却之不恭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恐怕很难有收获。作为前辈，我劝你一句，
不要继续往前了，那边有个大坑，一不小心容易掉里面。亚凡怕是发现路的踪迹了，不想让我发现。行，那我再去别处逛逛。慢慢来，你还年轻，这打猎的技术还有的练呢。明日一早就取路的挂签，确定位置后抓紧动手。这么大的鱼，够吃一冬了吧？这小子运气怎么这么好？小陈辛苦了，快回家休息。哎，江晨兄弟，真是好大一条鱼啊！张三坡又是你，我今天没心情跟你闹，一边去。几天没见，怎么这么生分？你腰上揣的是什么？不会又捡了一只兔子吧？滚！我就问问你打人干嘛？大家伙看看，江晨打人了！哎呀，哎呦！这是把之前撒泼耍赖的手段用到我身上了。这张老三这是胡搅蓝缠都用上了，心眼坏得很。江二郎靴子都湿透了，不赶紧回家用热水泡，说不定就废了。哎呀，江晨打了人，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别想走！放开！大家快看，江晨欺负人了！江晨打人了！姓张的，你是欺负我们江家没人是吧？谁欺负谁？明明是你儿子打我！敢在老子面前耍泼皮无赖！告诉你，老子我是泼皮的祖宗！这一拐杖下去，怕是不死也得办残。大庭广众杀人，肯定会引来官府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爹，别！这居然真动起手了！这老江头还是狠啊！张三坡差点就被打死了，这是尿裤子了！张三坡被吓尿裤子了！老子杀的人比你杀的鸡都多，跟我玩泼皮无赖这套，给我滚！你看他那样子，尿裤子喽！都散了吧。小陈，快回家。你看看你抓什么鱼？脚都冻成什么样子了？快用热水泡泡脚。等等，这金石潭足有1亩大小，难怪能养出大鱼。这么大的鱼，得先把它引到潭边才行。已经翻了100度，现在就等它飘过来了。比我预估的还大。不好，得快点回家，不然脚就被冻住了。陈嫂子，这几日怎么老闻到你们家有炖肉的香味？前几天小陈打了4只山鸡回来，前天炖了1只，今天准备再炒1只。山鸡还是4只？也是我家小陈出息，我这做嫂子的也跟着沾沾光。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小陈居然这么有出息，都会打猎了。前天又捡了只兔子，刚好炖了给家里补身子。要我说，还是鸡好吃。都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江晨是老江的儿子，打猎肯定也不差。狗屁！
你们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那只兔子是自己撞死的，还有那几只山鸡就趴在窝里，小孩都能抓住，这也算是打猎？张三坡，江晨和你不是好兄弟吗？谁跟他是兄弟？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。这样啊，那看来江晨确实改姓了，不跟你们来往是好事儿。呸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张三坡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家小陈现在改邪归正，还有本事，能打猎，有能耐，你也上山打几只山鸡瞧瞧。我那是运气不好，不然肯定比江晨强。江晨他就是个废物，除了吃喝嫖赌，有屁的本事打猎。大家伙要是不信，就等着瞧好了。这次江晨上山肯定空手而归。好大的鱼啊！冻成这样，不能直接泡，先搓热了再说。老子给你按脚，你还不好意思起来？前世父母很早就离婚，各自组建了家庭，我从未体会过家的感觉，反倒是穿越之后，他们给了我家的感觉。爹，我这不是怕遭雷劈吗？雷要是想劈你，早就劈死你了。大冬天抓鱼，你简直是太疯了！要知道金石潭那边潭深水寒，稍有不慎就会丢了性命。爹，我知道轻重，就刚好路过，看到一条草鱼翻了白肚，才用鱼叉插起来的。以后冬天就不要去水边了，你一个人上山，真掉进去没人能救得了你。知道了，爹，我以后一定多加小心。金石潭里的鱼可不少，得趁着潭水还没彻底结冰，找个机会去捞上一把。小云，能文，过来，拿去，让你娘烤着吃。斑鸠，小叔你太厉害了！娘，快给我烤斑鸠吃。这给2个孩子吃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他们吃了，省了抢我的炒鸡，而且那么大一条鱼也够我们吃了。那行，你们先歇着，我炖鱼汤去，今晚晚点吃饭。你小子今天真是搞了不少好东西啊！弟弟这几天好像是真的改了性子，好几天没有出去瞎混了。没办法，我可能适合当猎户吧。他爹，快来帮忙！来了。江晨，你告诉爹，那斑鸠真是你打到的？不是，是我在山上碰见的猎户送的，他叫贾凡，还说认识你。贾凡？他可不是什么老实人，怎么会送你东西？他还告诉我黑山南边有个大坑，让我不要靠近。贾凡最擅长寻踪访迹，只要猎物有踪迹，每次都能找到。我猜他是发现了猎物踪迹，不想让你过去。我知道了，鹿，肯定是鹿。鹿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就是鹿的脚印，我认得。其实我压根儿不认识鹿的脚印，但我有挂呀，爹也没有怀疑。看来我现在编瞎话本事越来越熟练了。可惜我腿上未愈，没法上山，只能让贾凡独吞了。爹，我想试试。你刚学打猎，根基都不稳，何必冒险？就当进山练剑，总比日日空练要强。只是怕得罪了贾凡，会引来麻烦。放心，贾凡没那个胆子对你动手。不过鹿皮坚韧，以你现在的剑术，50步外很难穿透鹿的毛皮。今晚把剑给我，我帮你打磨的锋利些。多谢爹。鱼汤好了。爹，你多喝点鱼汤，对腿伤好。好。这金石潭的鱼味道是真不一样。好撑啊！数你吃的最多。嘿嘿，娘做的好吃嘛。还有小叔抓的鱼好吃。这么晚会是谁啊？难道是张三坡那家伙来闹事了？我去看看。
小陈，不要冲动，你放开我。江晨，你想干什么？那个，你们这是？我以为是那泼皮找麻烦，没想到，不好意思哈。敢问姑娘芳名？沈艳秋。秋叶林燕，研墨作诗，好名字啊！小陈，你说话文绉绉的，跟戏台上似的。不能怪我装，这姑娘明显和村里其他人画风都不一样。沈姑娘，你深夜上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爹爹生了病，听说江晨抓了一条鱼，想换些鱼肉炖汤给他补补身子。这是2斤粟米，能换点鱼尾巴上的肉就行。原来是换鱼肉啊！不过鱼尾巴哪有多少肉，还全是刺，正好我才把鱼头剁了下来，炖汤最适合不过。小陈，还不快给人拿肉去！多谢嫂子了，只是我家粟米不多了，剩下的给钱可以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别计较那么多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算了，正好过了子时，可以先看看今天的挂签再说。今日运势贫，小吉。金石坛上冰冷刺骨，若能探入水中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南风积雪已化，有路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，但积雪未化，赶路或许有些困难。中凶，狼王已数日未进食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他的临时反扑。几天过去，雪停了，路也换了位置，这狼王从大凶降级为中凶，饥寒交迫还带旧伤，恐怕没多少活头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就能白捡一张狼皮了。金石潭捕鱼价值有限，今天就上山猎鹿。小陈，第一天先找踪迹，别想着一击即中。贾凡肯定也得重新找那些鹿的踪迹。知道了，别等我吃饭。根据龟甲显示，就在前面，还得往南走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贾凡。找到了，但不能再靠近了。但这个距离，我没把握一击毙命。射中了前肢，这下跑不了了。今日运势小凶，小黑山侧峰山腰，一只白狐正在捕猎，现在前去可以寻到踪迹，带上猎弓可能会有所收获，但大雪天上山可能会遇到危险。小凶，小黑山南面正有鹿出没，带上猎弓可能有所收获，但大雪天上山可能会遇到危险。大凶，小黑山北路来了一只孤狼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，但孤狼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必须小心靠近，否则容易被撕成碎片。难怪这风跟刀刮似的，原来是下大雪了，确实不宜上山。看来还是老老实实在家休息几日。挂签暂且锁定鹿群这条线索，大不了等风雪小一点，再进山狩猎。喏，给你。嫂子，这也太多了，上面还带着好些肉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一个村的，客气什么？可这实在太多了。主要是嫂子有点事儿想求你。听说这江家二郎因为名声不好讨不到媳妇儿，江家嫂子莫不是想给我说媒？其实江晨看起来似乎也不像传闻中那么差。江能文就是我家小子，明年开春，我想把他送到沈先生那里读书。什么？沈姑娘放心，我们会交学费的。
江能文，娘，你喊我干啥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明年你就能去读书。我不要去读书，我不要读书。原来所求是孩子上学。天啊，我刚刚都在想些什么？羞死人了。当然可以，小孩也确实到了读书写字的年纪了。行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小陈，这大雪天的，你把沈姑娘送回去。不用麻烦了。没事，正好我也准备出门，顺路。走吧。你怕我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和传闻里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有点凶，但知礼，还会打猎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走吧。我到了。爹，您怎么下床了？我只是染了风寒，又不是要死了，总不能天天躺床上。下着雪，你这么晚出去做什么？爹，你看，这么大的鱼头，哪儿来的？是村里一个叫江晨的猎户，在金石潭打到了大鱼，我粟米去换了鱼头和鱼尾，给您炖汤补身子。江晨，就是村里那个卖了家里过冬粮的泼皮。爹，您不是常教女儿人言可畏吗？我觉得她跟传言中不一样。秋儿，你可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。此类不学无术之徒，最是会哄人了。爹，您想什么呢？我去炖汤，您歇着吧。秋儿，以后不能见他了。这5支箭我都重新磨过了，50步内必能穿肉破皮。可惜只有5支，你省着点用。虽然大雪封山，但这是你的机会。你要是能先猎到鹿，就算是正式成为了一名猎人。对啊，大雪封山，贾凡会丢失鹿的踪迹，但我不会。那枚挂签可以追踪鹿的踪迹。你跟踪我？我可比你来早多了，只不过你运气比较好，让你先发现了踪迹。但是打猎呢，各凭本事。这鹿是我杀的，当然归我。不愧是老江头的儿子，果然虎父无犬子。那就让我们比比看，谁的弓更快。小心，狼王在你身后。小子，你这种鬼话还是留着骗小孩子吧。小黑山上怎么可能有狼？小心！真有狼王！二黑山里的狼王怎么会跑到小黑山来了？挂签里的老狼王竟然跑到南面来了。不过他最后的眼神明显记恨上我了。果然老狼比人还奸诈，必须找个时间把他猎了，否则以后哪敢上山。
小子，胆量够大，第一次遇野狼王，居然没吓得尿裤子，胆子比你爹还大。刚刚是我错怪你了，你救了我一条命，这路归你了。臭小子，也不知道说声谢谢。为什么要谢？这路本来就是我猎的。呵呵，没想到姜老头居然生了你这么有种的儿子，你才是真正的猎人。以后若是上山打猎，可以搭伙，收获一人一半。我打算去猎杀狼王，要一起。什么？猎杀狼王？你不要命了？那种老狼越老越奸，会骗人，还会设陷阱，会统御一整个狼群。在这深山是他的地盘，最好别惹他。哼，小子，你若真自不量力，日后死在狼王嘴里，我会给你添一勺土的。贾凡根本不知道，这狼王是被逐出狼群，压根就没有同伴，而且已经太老了。好好准备一番，未必不能杀。鹿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打的，没看脖子上插着剑吗？小黑山竟然还有鹿，我以为都跑二黑山去了。这蒋二郎看样子是真把他爹的本事学去了，厉害啊！难怪那些钓鱼佬钓到大鱼后会迷路一天。这么多村民羡慕的目光，实在太爽了。鹿，爹，小叔打了只鹿。小陈，这鹿你打的？晚上吃烤鹿肉，让嫂子多撒点盐。江二哥，你家的鹿肉卖吗？对啊，卖一点吧，让我们也尝尝鲜。都1年没吃上肉了。问我哥，我都听我哥的。我先看看怎么处理。要是卖肉，一定跟大家说。看看人家，这大雪天上山都能打到鹿，你呢？我要是碰见，我也能打到。可鹿哪那么好遇见？这小子也是运气好。你说他怎么这么有本事？小黑山本来野物就少，猎户还得交税，加上我，一共也就5个猎户。这样，明天我也上山看看，能不能找到些野物。走。什么？一天吃1斤肉？以后中午晚上都要有肉，每天按1斤肉的标准办。这个鹿咱们吃一半，剩下一半就拿到村里卖。寻常人家1月吃1次肉就不错了，要不咱家里10日吃1次肉，如何？李正他们家也就这个标准了。你放心，剩下的钱留着给你娶媳妇儿。老爹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逼我放大招啊！打了猎物不吃肉，那我打猎干啥？还不如继续当泼皮算了。别，那还是按你说的来，按你说的来。败家就败家吧，总比当个泼皮无赖强。为了让全家多吃几口肉，我也是够拼了。趁着还热乎，我赶紧把皮剥了。正好爹，你把这鹿皮剥了之后，我顺道去趟县城把鹿皮卖了。你又想去城里了？上次小陈去城里，可是把过冬的口粮都卖了。要是再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，可怎么办？就你一个人？我去卖了鹿皮，顺便换些粟米回来，还有上次挖到的双生天麻，进城正好卖掉，换些精米精面回来，也能让家里人补补身子。正好也试试，离开村子后，会不会出现除了狩猎之外的挂钱？那好吧，不过你记住，卖皮子去东市的皮货铺。说是江家的，给的价格公道。对了，爹，在哪儿能借到板车？这么近，要什么车？到县城快30里路，我还得扛着粟米呢。那你明天拿上2斤鹿肉去李正家，他家有驴车。你不会赶车，让你大哥和嫂子陪你一起去，正好把过冬的东西买齐。那就麻烦大哥大嫂了。
陈叔，在家吗？谁呀？这么晚上门？怎么是你？江晨，你来干什么？难道元祖得罪过他吗？陈二哥，我这不刚打了路，给你们送点肉来。你小子运气真不错。这不是江家二郎吗？打了路还知道送点来，你有心了。陈叔，我今天来主要想借您家的驴子，明天进城一趟。好说好说，明天一早你过来取就是。谢谢陈叔。爹，你干嘛要借他车？你都把肉收下了，我能不借？咱家都多久没吃肉了？但是他突然开窍了，江家那几块水田，啥时候落咱手里？急什么？就他这么败家，多少家产也不够败的，等着瞧吧。对了，爹，张三坡又上门了，给他拿2斤粟米，别让他再来了。事没办成，也还好意思上门？好，我这就去。这是我爹心善，赏你的，以后别来了。我家不欠你的。陈二哥，当初说好的，我忽悠江晨卖了家里的口粮，你们就给我1两银子。我们没拿到地，你还想要银子？要是再纠缠不休，等大哥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江晨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为什么没冻死在路上？大哥，半只鹿骨头，剔得挺干净的。肉卖完了，你进屋就知道了。啊！沈燕秋，小陈，沈姑娘来买肉，我想把家里留那半只匀一些给她，你看行不？嫂子，你做主就行了。孩他爹，拿斤肉进来。好嘞，多谢。对了，小陈，驴车借到了吗？办妥了，明日卯时取车，一同进城。你们明天要进城，能带我一起去吗？我可以给钱。你爹的病还没好，这场雪下来，病又重了，家里的药也快吃完了。那就一起吧。那我明天早点过来，谢谢你，陈哥哥。怎么感觉这丫头害羞了？燕秋，快上车，我备了棉枕，靠着舒服些。出发，进城喽！当心！谢谢。我和你嫂子先去把鹿皮和脚卖了，你带沈姑娘去抓药，申时准时在城门口会合。好。不知在城里会有什么不同，卜一卦看看。今日运势平，小吉，东市摊贩，有人正在售卖药材，其中掺杂一根不为人知的野山参。中吉，西市街道有人正在售卖猎刀，买下之后或许能有一番收获。中凶，花香楼，有富家女子落入风尘，若能将其救出，会获得丰厚报酬，但需小心随后而来的报复。果然有变化。
内容完全不同，在城里挂签纸箱的，全是县城里的事。救人麻烦太多，直接跳过。这山参与猎刀，必须拿下。掌柜的，我要当这个。银胎花之摇，翠色飞边，珠坠缺损，玛瑙开裂。你胡说！我这明明是好的，我不当了。刚刚都是行话，两位别介意。若是真想卖，我给你个实价，3两银子，如何？低了。5两，不能再高了。8两，不然我不当了。成交，8两就8两。得，还是要少了。银胎花之摇一只，纹银8两，月利3分，当期6月，过期不赎，听凭发卖。方才多谢你了。小事而已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先不去东市药铺，我们先逛西市。先去找卦象里那把极品猎刀。2两银子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这哪里的骗子，怎么跑到永年县行骗来了啊？你卖的是什么刀？祖传猎刀。这把刀，难道就是这把刀？怎么锈成这样？祖上留下来的刀，放得太久就锈成这样了。卖2两银子，就这么把破刀，还卖2两银子？最低1两5钱银子。眼看就要过冬，我家娘子又卧病不起，实在熬不住了，不然我也不会卖。你祖上就留了这一把？对，我爹连盒子带刀交给我的。你真想买那把刀？那猎刀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俗物。你既如此信誓旦旦，又没买，是不是手头不宽裕？我可以借你银子。多谢沈姑娘好意。不过钱的事，你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计。骗人！你不信？你说话跟戏本上似的，肯定天天逛戏楼。其实只是偶尔。你去过戏楼吗？没有，我爹不让我去那种地方。这样啊，那先买东西，买完带你去看戏。可是我爹说戏楼很乱。有我在，乱怕什么？走，先买东西。戏市都逛完了，可以肯定我要买的刀就是刚刚那把。走，先去东市。周围都是卖药材的，你在找什么药材？周围卖桔梗的一共有4家，看来还是得靠挂签。在那里，老板，桔梗怎么卖？我家12文一斤，不讲价。行，我这看来看去，还是你家的品相最好，来1斤。好，你随便挑。你买桔梗做什么？你认得药材？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野山参。你怎么一眼就看出这里藏着山参？这下相信我能凑出钱买猎刀了？信了，那些说你不学无术的传言，肯定都是假的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可以摆脱泼皮人设了。走，去药铺看看。2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？老板，我抓药，
这是药方子。要几日的？10日。掌柜，收药材吗？收，拿来我看看。野生天麻，还是一株双生的，你运气不错啊。既然掌柜也觉得稀罕，就给个实在价吧。这少年精得很，手里怕是有别的好货没拿出来。若是价钱给的不高，怕是不肯全数出手。双生天麻图个吉利，我给你1两5钱银子，这个价格足够公道。跟我打听的价格差不多。掌柜厚道。那另外一个也拿出来一起看看吧。劳烦掌柜再估个价。小陈，你怎么买这么多粮食？上山采药换了银钱，买了些精米白面，这2袋是沈姑娘的。不年不节的，谁家吃这么多精米白面？要是让乡亲们瞧见，怕是要戳我脊梁骨。哥，你说什么？没事儿，买都买了，先送沈姑娘回家。上车。燕秋回来了。爹爹，这几位是？这是江家大嫂，这是江大哥、江二哥。今天进城，多亏了他们帮忙。你就是江晨。沈先生好。哪些是我家的？那2袋。燕秋，放哪儿？厨房。燕秋。爹，阿晨他跟其他人不一样。老头儿，我这驴车就放你门口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沈先生好生休养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今天多谢江大哥、江大嫂。我呢？你小子就不能收敛点？嫂子轻点疼。回家。天麻1两5钱，野山参2两5钱，居然一共卖了4两银子。掌柜得有意和我结交，给出的自然都是高价。走，先去把刀买了，然后兑现承诺，带你看戏。刀呢？没卖吧？没呢。你要是诚心要，给1两3钱银子就行。就2两吧。刀给我。我看你有把子力气，有心的话到3山村找我，我给你活干，让你换粮换药，给你妻子。谢谢，谢谢。你花2两银子买一把绣刀，真的不会后悔吗？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，而且我只是公平交易而已。而且这把刀可是被评定为终极的宝贝。走，带你去看戏。好。2位客官坐哪儿？散座也有茶有水，1人10个子。前桌位置，茶水瓜果随便吃，100铜钱一位。前桌。得嘞。前面请。100丸一位，也太贵了。走吧，今天我请客。狗贼，杀得好！我呸！这奸贼终于死了！杀得好！我以为我抓的是椅子，我没抓疼你吧？没事儿，你这还没小猫劲儿大呢。
下次再出来，还带你来看，好不好？真是不禁斗。我怎么感觉沈先生好像不太待见小陈？就小陈之前的名声，谁会喜欢？再说沈先生文人出身，心高气傲，小陈想娶沈家姑娘，怕是难得很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就别操心这事儿了。我先去把驴车还了，你们先把粮食搬去地窖。这刀看着也不像什么宝刀，这就断了。可系统明明评定为中级。中级西市街道有人正在售卖猎刀，买下之后或许能有一番收获。难道刀不是宝贝，木匣才是？这银片少说也有3两，2两换3两也不算亏。奔雷拳，恭喜宿主获得奔雷拳传承。还以为能召唤天雷，没想到只能强身健体。不过我现在打猎缺的就是力气，而且一夜未眠，依然神清气爽。当前命星山民，今日运势平。小吉，金石坛上冰冷刺骨，若是能探入水中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东面山腰处，一只狐狸正在觅食，沿着脚印寻找，或许可以有所收获。大凶，狼王被驱逐到小黑山，取得狼皮必能大赚一笔，但他已经饱餐一顿，精力充沛，若没有足够的把握，小心靠近。吃饱的狼王变得更危险了，有机会一定要杀了他。抓鱼收益太低，腐肉也不值钱。不过狐狸皮毛柔软保暖，是富贵人家的抢手货。今日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猎狐，还是罕见的白狐。这皮子最起码卖7、8两银子。嫂子，给我准备干粮，我要上山。好嘞。上次被贾凡跟踪，我在山底下绕了一圈才上来。以后打猎得再谨慎点。好狡猾的狐狸，把脚步弄这么乱。可惜我有挂。顺着口子剥了，绝对是上好的好皮子。8两银子到手了。江二郎，这么快就下山？白狐，你居然猎到一只白脸儿！今天运气不错，这小子运气还真是好，半天就猎到一只白脸。那毛皮拿到城里，起码能卖上5、6两银子。
你多久没进城了吧？皮子现在又涨价了，那皮子最起码能卖到8两银子。8两？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给摊上了？想当年我第一次上山，就这样，爷爷一剑杀死了老虎。爷爷厉害！爹，快来剥皮！剥皮？剥什么皮？你裂了什么？白脸。你小子这么半天的功夫，居然能裂到白脸儿！这么好的皮子，最起码也值8两，得趁热把皮剥了。小叔，你要老婆不要？什么？村东头的翠玉姐喜欢你，想跟你成亲。就经常陪你们玩泥巴的那个翠玉姐。她才15岁，年纪太小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可是21世纪的守法公民。我虽然练奔雷拳，但可不想真挨雷劈。这些天的修炼没有白费，果然效果显著。当前命星山民，今日运势小吉。小吉，金石潭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深入水中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上一棵松木被风雪压倒，拖回来是不错的木材。小吉，小黑山谷中数株黄金干货藏于腐叶下，前去或许有些收获。大冬天捕鱼太危险，还是先放放。黄金虽说名贵，但数量太少，也就松木值个1两银子。就你了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狼王的线索？难道已经离开小黑山了？但愿他之后能再折返回来。咱们柴火也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前面都是松木，枝桠太高，打不了的。卦象标记的断木应该就在附近。再往前走走吧，看看有没有猎物。小陈，快来！大哥，咱2个估计搬不动，我在这儿等着，你回去找人帮忙。江晨，你们来山上做什么？江晨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装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不就是猎到猎物，想讨我欢心？我承认你如今出息了。听说你昨天打了一只白狐，把皮子送给我，我就当之前的事儿没发生过。至于聘礼嘛，我娘说40两就行。怎么哪儿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普信女？离我远点儿，我还有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离我远一点，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你。你，孙婶儿、陈花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江晨说要把昨天打下来的狐皮送给我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收。那狐皮最少也值7、8两银子，你真要送他？这说送就送？我都说对你没兴趣，还动手动脚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大哥，你相信我，他纯粹痴心妄想，想嫁人想疯了。8两的狐皮张口就要，脸皮可真够厚。依我看，他就是嫁不出去，急疯了。
江晨，你别后悔。原主到底什么眼光，被这种女人迷得七荤八素？跟沈燕秋比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两位大哥，劳烦搭把手。江晨，你今天赶走，以后一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。一言为定。双喜临门。我都说了，让你态度好点，态度好点。你怎么又把人气走了？你还说，要不是你骂江晨，50两早到手了。叫他泼皮，那能算骂吗？他本来就是。你还说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你疯了！我可是你娘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既然江晨不肯娶你，明天我就把你嫁给村东头的傻子换彩礼。哦，好大的松木，这都能捡到，运气也太好了。说不定是偷偷砍的，私自砍伐可是要受罚的。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李正就会上门喽。大哥，一会儿你拿2袋粟米给顾家兄弟送过去，人家帮咱抬木头下山也不容易。好嘞，你们兄弟俩也回来了。张叔，你来了。多谢江老哥的1两银子，明年我连本带利还你。我借你钱的事情，你可别往外说，我不想挣这份钱。哈哈哈，真是一棵好松木啊！你们费了不少力气拖回来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松木，只要不是砍的就行。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江老哥，我也有事先走了。爹，张叔之前也帮过我们家，就借1两银子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懂什么？恐怕张叔的几亩田早就被陈丰田看中了，我们横插一脚，他们要不高兴了。爹，你何故生这么大的气？张三坡呢？没死，让他过来见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哼。今日运势：小吉，小吉。金石坛上冰层渐厚，若是能敲脱冰层，或许能捕到不少鱼。小吉，小黑山北面无名谷中有2只长尾雉鸡正在活动，若能捕捉，或许能铸造优质剑石。中凶，狼王伤势加重，食物耗尽，带上猎弓前去捕猎，或许能收获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狼王受伤了，那我是不是就能趁虚而入，赚他一命？可还是中凶，对我的危险程度完全没变啊！我既然能靠卦象趋吉避凶，那就没道理搏命。等狼王再消耗一番，卦象到小凶甚至平卦再去不迟。长尾雉鸡的肉质鲜美，以其尾羽打造的箭矢，飞行距离能增加10几步，刚好能升级我的箭矢，猎狼就更有保障了。从村子开始就跟我到现在，山中积雪这么厚，怕是跑远，对方也能靠脚印跟上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张三坡，又是他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真以为我是没脾气的泥菩萨。江晨跑哪儿去了？可别让我抓到。我还以为山狼啊，原来是你啊！什么山狼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要到官府告你持弓伤人！
就等着被流放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恐怕不能让你回村了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应该就没人知道了。你别干傻事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只要没人知道不就行了？反正这山上每年都得死几个，放心，我手法利落，不会痛的。别杀我，我只是好奇才跟着你，绝对不敢乱说啊。说吧，谁让你跟着我的？我说，是陈玉堂找我，让我跟着你看看怎么打到那么多猎物的。就算找不到原因，光跟着你，每天也能拿到1两赏银。要是找机会让你再也打不了猎，就给我10两。果然是他，你跟他就这样？还有，陈家一直惦记你家的田地，陈玉堂告诉我，只要能哄你败家，逼你卖田，就保我吃穿不愁。谁知道你运气这么好，真的就这样了？别的我什么都没干过，我求你带我回村，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有了这些尾语，你的剑不仅剑速变快，无风石60步内一剑毙命路不成问题。60步低了，如今我臂力增强，65步内寻常猎物必杀之。这尾语打造8支箭也不成问题。明天，不，还是后天再进城吧。爹，怎么进城？去陈丰田家里借。你如果不去，陈丰田会觉得你心虚。你去了他不借，那就是他心虚了。这次你不用带肉，他肯定借你。姜果然还是老的辣，我明白了。我去的时候尽量表现得自然点。爹，张三坡的婆娘一晚上都来家里闹5回了，非说张三坡是帮咱们办事才失踪的。我们要是不帮忙找，就把咱们所有事全抖出去。张三坡那个嘴，没个把门的。江晨回来了吗？不仅回来了，还拎着2只长尾雉鸡，可肥了。行了，我明儿一早就组织村里的猎户上山去找张三坡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看伤口，这是遇上狼了呀！啊，小黑山真有狼啊！确实是狼，全身上下被啃干净了，真是太惨了。等会儿你想办法把张三坡婆娘嘴堵住，她现在没了男人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是爹。陈家为了兼并土地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地主没一个是干净的。江晨，我说完了，你快救救我呀！江晨，你答应过我，我全都说出来。滚蛋！我不杀你，但是有没有命回去，就得看你自己。你别走啊，江晨！我错了，没有你我怎么下山啊？我去你娘的！江晨，要是让我活着，我肯定把你告上官府。江晨，下次见面，我
就会杀了你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区区长尾之姬手到擒来，也不知道他们知道张三坡死了，会不会害怕？事情就是这样。真没想到，陈家表面良善，实际有如豺狼。为了2亩田，就想逼得我家断粮，甚至差点害你性命。这陈丰田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爹，你觉得如何？你确定张三坡死透了？我亲眼看见他被狼王咬断脖子，现在估计尸骨无存了。干得不错，没想到小黑山上居然有只狼王。原本我还想着，你要是做得不干净，我们就趁夜杀了陈丰田满门，逃命去了。明日一早，陈丰田肯定会带人上山找张三坡，届时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先将此事藏在心里，总会有机会报仇。陈玉堂、陈丰田一个都跑不了，其全家皆可杀。江二郎，今日辛苦你了。上山走一趟而已。辛苦什么？有事儿？还是来借车？啊，没问题。果然跟爹说的一样。我今日让玉堂把驴车套好，明日你来取便是。谢谢陈叔，改天我打到猎物再提东西上门感谢。哎，好说。爹，他又来做什么？借车进城，估摸着又打到什么好东西了。运气这么好，那之后怎么办？哼，放心，他家想要起事还早着，翻不起什么大风浪。今天村里发生什么事了？闹出这么大动静？听说是小黑山来了头狼王，可能要闹狼灾。唉，真是到哪儿都不得安宁。那最近就别出门了，过了冬就进县城。现在住的不是挺好的吗？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明日辰时在这儿等我，我带你看戏。燕秋，谁呀？记得，辰时啊。怎么没人呢？那个是村里孩子捣乱，都跑了。那还不快进屋，外边风大。要是跟江辰进城，爹爹肯定不同意。但总得和江辰说清楚，不能让他白白等着。燕秋，之前没发现，这泼皮长得倒是不输京城那些少爷公子。走吧。我不去，我爹不让我跟你玩，你以后别找我了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跟我走。这就是沈家丫头吧？快上车。爹，你这腿伤都没好全，还是让大哥去吧。好没好我自己知道，别废话，快上车。放开。上好的狐皮，皮毛一点没伤着，还得是老姜啊。哎，这是我家二郎打的，江辰。常听说你家二郎不学无术，如今看来都是谣传。年轻力壮，一看就是拉弓的好手。李叔过奖，以后打到东西先往我这儿送，我保你实在价。能让爹亲自带我认门，看来这掌柜颇为厚道。别以后了，现在这皮子你先报个价吧。你好久没来我这一次了，我还能坑你不成？今天皮子行情涨了，外面最少也是9两一张，我给你出10两5钱，够实在吧？一张狐皮居然就能卖10两，
江晨，你带燕秋四处逛逛，我去给你打造剑室，顺便再采买些东西。那爹，你可得记得买渔网和凿子啊。沈老头心气高，还得多攒些聘礼才行。看来还得进二黑山一趟。嫂子，正好找你呢。啥事儿？麻烦你今天做饭，多做几个人的量。我想请顾大江兄弟俩来吃个饭，用精米，然后炖个鱼汤什么的。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请他们做什么？这不是要找他们帮忙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吗？行吧，你就是太讲情面了。哎，你们来了，随便坐吧。大哥，你看那锅好像是精米啊，还有鱼汤猪肉。我有眼睛，看到了，那应该是特意准备的看菜，咱们可不能乱生快，待会儿多吃些米饭就行。都吃吧，不用客气。这鱼汤炖了好一会儿了。这可是进城买的肉，别浪费啊！江晨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你不用那么客气的，你就直接说咱兄弟俩弄谁，我们一定不手软。啊？放开，江晨。我爹不可能让你娶我的，我们还是少点见面吧。他不同意又怎么样？我们同意不就可以了吗？我是认真的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岂能我们自己擅作主张？这么说，你其实也同意嫁给我，对不对？你个登徒子，谁同意嫁给你啊？放心，你爹那边我会搞定的，你等着就好。走，咱们看戏去。今日运势小吉，小吉，金石潭冰冷刺骨，深不见底。若是探入水中，或许能有意外收获。运势加成，今日捕鱼可能获得额外渔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中有地黄成材，前去发掘，或许可以小赚一笔。运势加成，你挖掘药材的难度略微下降。中凶，小黑山中狼王伤势加重，带上猎弓前去捕猎，或许能收获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反扑。运势加成，此行稍加顺利，狼王踪迹更容易追踪。看来就算狼王吃张三坡填饱了肚子，但伤势还在加重，再过几天就能找到机会收拾他了。上次挖黄金辛苦半天，最后才卖不到1两，得不偿失，纯属得不偿失。金石潭肯定有不少鱼，但是现在大冬天的，我一个人要是拖不动落水了，小命就不保了。看来得找些帮手了。对，江晨哥，咱们脑子不好，但是有把子力气。什么跟什么啊，又没人得罪我。那你请我们吃这么好，总得有事儿吧？确实有事。我在这金石潭发现一处暗流，不少大鱼，想要趁着潭水完全冻湿前再下几次网。我是想找你们一起捕鱼。那岂不是又要上小黑山？最近狼王的事儿不是闹得挺大吗？什么狼王不狼王的，只要江晨吩咐，咱们一定尽力。好了好了，先坐下，咱们吃饱再上山去。卦象没错，金石潭还没动手。来，对着那个位置下网。陈哥，咱们来就好。再往下游拉点。陈哥，你看上鱼了，我来帮你，用力拉。陈巧翠，你给我出来！哥，嫂子，你们咋来了？你装什么傻？
你3番4次回娘家借粮，你过滋润了。现在冬天都没过去一半，咱们家都要没余粮了。小妹啊，你也别怪哥嫂，实在走投无路了呀。爹说了，让你赶快分家，咱们还能靠分来的钱进城换点粟米。大哥，那个我不分家了，我现在在这儿挺好。还不分家？你难道还想吸咱们家的血，养这个泼皮吗？就是啊，附近几个村子谁不知道他将你们全家过冬的口粮都拿去换酒肉了？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跟着这样的泼皮无赖，你日子怎么过？咱们家的日子又要怎么过？今天这家必须分！大哥大嫂，我不许你们这么说小陈。以前他确实做了不少荒唐事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变好了，还学了打猎养家。打猎？就他？没错，我以前确实做了不少事儿，给嫂子、给大舅哥、大舅嫂添麻烦了。二位今天来的也巧，我正好去金石潭打了不少鱼回来，不如咱们坐下慢慢说。妹啊，哥知道你心软，但是他这泼皮的名声就摆在那儿，你让我们怎么信？就是，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还打猎呢，吹牛吹破天了吧？对呀，这天寒地冻的金石潭那块怕是早结冰了，哪来的鱼打？陈巧翠，我还当你是一家人，跟这种满口没有一句实话的泼皮有什么好过？现在赶紧分家，咱们进城换粮食去。大哥大嫂，江晨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看。鱼，真的有好多的鱼，一网下去就捞到这么多红尾鲫和黑鱼。陈哥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吧！你看，里面好像还有几条鲈鱼，这要是拿进城呢，一条能卖100多文呢。能打上这么多鱼，也是多亏了你们兄弟俩了。行了，趁着还不算冷，赶紧多下几次网。好嘞，加油干！这些看着起码都得有100来斤了吧？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鱼，背着这么多鱼回村，沾上鱼腥味都是幸福的。也就是大冬天，河水太冷，没人来金石潭抓鱼，咱们才能捡个漏。快走吧，这风吹的人都快凉透了。大家回来了，这么多鱼啊，东西直接放院子就成。嫂子，明天我跟大哥跟你回趟娘家吧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想起说这事儿？之前总让你低声下气回娘家借粮，这次回去，咱们多带些精米和鹿肉，给你撑撑面子。客气什么，都一家人。你现在能这么懂事，嫂子就很高兴了。陈哥，今天没啥事儿，咱们先走了。这么快？那多带几条鱼走吧。这哪能啊？咱们上午就是吃过饭才干的活。客气什么，几条鱼而已。而且，下次说不定还有你们出力气的时候。陈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下次这种好事儿，你还愿意找咱们？那当然了。陈巧翠，你给我出来！这次捕鱼可真是大丰收，可以吃到来年开春了。等会儿再给燕秋家送去2条。陈花，你来做什么？江晨，救救我！我娘真要把我嫁给村东头那个傻子换彩礼了。你娘要把你嫁出去，关我什么事？上次就说清楚，我这辈子不想和你沾上关系。我后悔了，当初退亲是我瞎了眼。你现在日子过好了，收下我吧，我可以给你当小的，不，只要收我，我当丫鬟都行。当初是你家瞧不起我穷，逼着我家给30两定亲银，还伙同张三坡想吞我的田，怎么没想到自己有今天？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对不起，江晨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撒手，别碰我！江晨，你以前不是说最喜欢我吗？你摸摸我，你看我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江大哥，
大舅嫂，我没骗你们吧？这都是今天刚打上来的，鱼都还活蹦乱跳着呢。这真是江晨打的？那还能有假？咱们能给陈哥作证，这100斤鱼都是陈哥带咱们兄弟抓的。对，江晨不仅带我们打鱼，甚至煮精米、炖鱼汤、炒猪肉招待我们。孩儿他爹，我是不是做梦？那个十里八乡都看不上的泼皮江晨，居然能打上这么多鱼！江晨，今日的事情是咱们不对，大哥跟你道歉，你让哥跪下也行。哎，大舅哥，这是做什么？既然你们家现在不缺吃的，那能不能救济一下咱们家？咱们是真的揭不开锅了。大舅哥，我知道嫂子一直找你们借粮，你们心中有气，我理解。本来我和嫂子也商量着，明天就带上些米肉回家看看你们呢。真的是，这些鱼，江晨本来就打算留一份给你们家。小妹，真是对不起，大哥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上门要你闹分家。对，是我们冲动了。要不，我还是给你道个歉。嫂子，这怎么使的？如果不是你们家一直愿意借粮，我们家恐怕也不好过了。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就是啊，而且你们闹分家也是为了嫂子好。那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咱们谁都不提分家。正好嫂子准备炖鱼汤，大哥大嫂也留下一起吃饭吧。吃完再带些粮食和肉回家。好嘞。燕秋，江晨，你不愿和我好，原来是因为有了新欢。陈花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那个被你呼来喝去，为了博你一笑就能卖掉家里活命粮的傻子？江晨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可我现在真知道错了。只要你肯收留我，我以后当牛做马都行。知道错了。陈花，你从来就没喜欢过我，你喜欢的是我爹打猎换回来的肉，是那几亩能产粮的田，是那种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舒坦日子。现在你家不行了，你就又想回来捡现成的。江晨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鬼迷心窍啊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可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我娘为了20银要把我卖给那个无赖，他打人可狠了，我怕。那是你家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我喜欢的人是沈燕秋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娶。我家不欢迎你，如果不走的话，我不介意动手把你赶出去。燕秋，进屋吧，外面冷。嫂子，把右手香给我，再给我多备些干粮和水，我马上上山。姑母这次得在山上待久些。大清早就要上山啊？你等着我给你准备。山里还有狼王，家里肉也够吃。你在山上待那么久做什么？就是想沿着山道转转，顺便练练功。要是让嫂子知道我去猎狼王，不知道得多担心。还是猎到再说吧。是得好好练练，这遇见凶狠的猎物，丢的可是命啊！爹，大清早说什么呢？二郎上山肯定平平安安的。我就是为了他能平安，我才这么说。狼王最近没露面，谁知道还在不在附近？你练归练，别往深处跑。要是碰见了狼王，就立刻跑。他一个下坡的扑杀，能跨4、5丈远，你跑不掉。要是狼王受伤了呢？我上次远远见他，受着伤，行动不怎么灵便。狼王若是受伤，就更危险。你在他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跨进他的地盘，那必是不死不休的下场。更何况狼本就天生狡诈，那狼王心智未必和人差多少。别看他重伤垂危，实际他的耳朵鼻子都盯着你，只要有一点反扑的机会，他便会毫不犹豫地与你搏命。所以你可千万别对那狼王有什么想法。山中猎物不少，过了冬那狼王也得回到二黑山去。你现在还远没到可以猎狼王的地步。我知道了，爹，您放心吧。爹说的对，猎狼的本事我还差了一点。但是趁他病要他命的胆子，我可一点不差。对了，大嫂，哎，爹前几日做的右手香放哪儿了？
也给我拿一点，要是遇到狼，我也方便逃命去。应该就在屋子里，你等着我给你拿。江晨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不会是要去猎狼王吧？爹，你想什么呢？这张三坡在山上出了事，8成跟江晨脱不了干系。现在想谋他家的2亩水田，不好办呐。爹，有什么不好办的？反正都撕破脸，不如就更彻底一点。你有办法？他不是打猎厉害吗？让他去打狼王，他就算再厉害，遇上狼王也得吃大亏。到时候江家不就任咱们摆布吗？江晨，你真要去猎狼？这可开不了玩笑。隔壁村的老猎户结伴都不敢上山，江晨一个人，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就是啊，江晨，听哥一句劝，这山里的狼王不是你这小身板能打的。你万一要是真的死了，你爹一把年纪，哥嫂又不中用，家里连个劳动力都挑不出来。你还真是贼心不改啊！我家田就算是荒了，也跟你这瘪犊子都没一钱关系。看你这话不就生分了？要是真有那天，我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江大哥，他是天地良心，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。我和陈花他家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更是断得一干二净。我心里装的是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可是我爹那边……放心，等开春我就备上厚礼，亲自去拜见沈先生。不管老登对我提什么要求，我都让他心服口服。谁要嫁你了？这些话等你真的说服我爹娶我过门再说吧。迟早的事儿，放心，我尊重你的意思，我等得起。我抓了不少鱼，等会儿多带几条回去。今日运势平，小黑山上有兔子游荡，小黑山阴坡有地黄成熟，前去挖掘可获取药材。小凶，小黑山上狼王捕猎失败，伤势恶化，若带上猎弓前去狩猎，或许能收获1张狼皮，但是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终于成小凶了，看来就算狼王吃了张三坡，也挡不住伤势恶化。看着卦象变化，估计挺不了几天了。正好开始整备装备，只要卦象变成平卦，就出发。一转眼5天过去，也不知道卦象有没有发生变化。今日运势小吉，小黑山上有兔子游荡。小吉，小黑山上有山鸡抱团取暖，运势加成。临近天黑时去，或许有意外收获。小黑山上一只重伤的狼王再次捕猎失败，若带上猎弓，申时之前去狩猎，或许能收获1张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临终反扑。平卦，终于变成平卦了。不过，卦象显示让我申时之前去，难道还有其他人想猎狼王？申时之后就会得手，还是狼王要离开小黑山了？犹豫不得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，若是错过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猎狼就在今日。我们家怎么样，关你屁事！二郎，你不是要进城修工，拿着鸡做什么？爹，你不知道，修工的就喜欢吃鸡。江晨，你就赶紧顺坡下吧，事情闹大，这狼你就是不猎也得猎，不然后半辈子村里都抬不起头。卦象从未出错，如果今日申时前是我猎狼最后的机会，只要猎到狼，就能震慑全村，不然咱们家以后日子难过啊。陈玉堂，我知道你惦记我家田，若是我猎到狼王，不仅你们家驴车给我们家，而且以后你见我都得管我叫爹。你要是死了或者残了回来，你家田归我了，江家的姑娘小子也得给我陈家当奴婢。哎，这个咱们可不答应啊！江晨，就问你一句，敢不敢赌？好啊，但是要是我回来看到你趁机对我家动手脚，我就算拼死也要从你陈家咬下一块肉。陈家小子，别丢份儿啊！江二劳都发话了。就是，陈玉堂不会比江家小子还孬吧？那就赌，赌约成立，输了你可别不认。那就说好了，要是我赢了，你的子孙根，爹回来给你剁。爹，此事是个机会，而胜则嘉兴。儿子发过誓，一定要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。
江辰是我江家的种。江二郎是个好男儿啊，不像某人。呸！江辰迟早给狼王咬死。滚蛋！我江家不欢迎你！死老头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看来就在附近了。这山头后面，应该就是狼王地盘了。为了应对狼王，专门准备了右手香，遮掩身上的人味儿。好不容易才等来的平卦，猎狼不容有失。即便狼王重伤未愈，在平地上，这里正好，四周都是树林，能限制狼王移动。再用山鸡作为诱饵，吸引他注意力。这里大概50步远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等了。来了。只剩30步远，冷静。想跑？这老狼王果然奸诈，临死前还在算计。如今距离不过数十步，他恐怕不过2次扑杀就能贴近我，看来只能熬了。下雪了，惨了！若是温度降低影响弓弦的韧劲，就出大事了。看来这老狼王也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，要拼死一搏了。现在这情况就是勇者生，弱者死，最后一击！中了！成了！这老狼真能熬。今晚这大雪看来是暂时下不了山了，只能凑合一晚，明天再下山了。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。小陈还没回来？没有。二叔那么厉害，肯定马上就回来了。要不你们还是先回屋吧。不要，我就在这里等二叔。这么晚了还下了大雪，小陈该不会出事了吧？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进山去找吧。我也要去。行了，都先回屋吧，回去烧热水，等小陈回来了也需要热水泡脚。走遍小黑山山外围都找不到，这黑灯瞎火的大概是错过了。二弟肯定已经回家了。孩儿他爹，二郎呢？小陈还没回来，那我再去找。谁都不许去。果然发烧了，这山上不能久待，还是快下山吧。一晚上没回去，
爹和大哥大嫂恐怕都要等急了。江晨上山彻夜未归，这怕不是出事了吧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早说过别往山上走，江晨偏不听。昨夜这大雪封山，山路估计被埋了大半，这人怕是不好找啊。只要愿意上山找人的，每人我给10斤粟米。要是找到江晨，我再打2斤肉。江叔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给啊？我江有林在村里说话，什么时候不算数过？好说好说，只要不去南风就行。对，张三坡可就是在南风被找到的。那狼王8成就盘踞在南风，南风得去啊！江叔，我听说了，江晨一晚上没回来，也特意找了几家猎户来帮忙。毕竟昨个大家伙不都听见江晨要猎狼的，所以南风得去啊！不去南风怎么找江晨啊？爹，小陈他……那你去有什么用？黑灯瞎火的不说，还飘着大雪。你在小黑山外围走一圈就算了，你还想进深山不成？如果你没回来，一家老小怎么办？可是爹，可是什么可是？小陈又不是傻子，说不定只是有事耽搁了而已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小陈。若是平日当然没关系，可是今夜大雪封山，还有狼王在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江晨身上的狗皮袄足够御寒，只要找个背风的地方待一晚上不成问题。要是真不走运遇上了狼王，那也只能说他活该死。谁让他自不量力，想着猎狼？逆子啊！我就不该以为他转性教他狩猎，要是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个泼皮，起码还有条命在。行了，明天我就召集村里的猎户。爹，干什么？大半夜毛毛躁躁的。这已经后半夜了，江晨还没下山，肯定已经变成狼王的盘中餐了。这就是他江晨自不量力的下场。这下子咱们也不用担心江晨那小子报复咱们了。不错，就算江晨侥幸从狼王嘴下保下一命，也肯定惨了。听好了，明日一早如果江晨还没回来，江有林肯定会找人帮忙。咱们不仅不能找麻烦，还得敲锣打鼓帮忙，让全村都看看他江家最后是什么下场。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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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这山上本来就危险，还得往狼坑里跳啊！听说这狼吃了人可是会变成狼妖的。江叔，你这米肉咱们有命拿也没命吃啊！大家都是同村，怎么能这么说？就算昨晚大雪封山，江晨真被狼王啃得骨头都不剩了，也得找回来让江叔看看他的下场啊！江叔，你也别怪咱们说话不好听。昨晚这大雪下的，江晨要是真碰上狼王，真是跑都没处跑的。是啊，这几天山上太危险，还是算了吧。江叔，我是真有心帮你啊，可是大家不情愿，我也没办法。谁去南风帮忙找人，1人1两银子，找到江晨的，不论死活5两。对，给银子，我们有银子。爹，大家聚在村口做什么呢？江晨上山猎狼，一夜未归，生死不明，终究是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可惜了。什么？我要去找他。你去能干什么？可是，狼妖来了！狼妖进村啦！真有狼妖！爹，你腿脚还没好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狼王！这么烫，快回家吧。等等，等会儿我让你大哥把狼王拖回家，咱们先回家。我帮你看着，不会让其他人拿走的。那就辛苦沈家丫头了。这就是狼王，就算死了都能感觉到狠气。都以为江晨进了狼王肚子，没想到不仅没事，还真单枪匹马。
把狼猎了回来。按江二郎和陈家小子的赌注，这下子陈家要倒霉了。完了完了，得立刻回去跟爹说。爹，大事不好了！你个逆子，又毛毛躁躁做什么？不是让你招人上山了吗？这次真是大事。江辰他真把狼王给猎了。什么？爹，江辰上山前说要断我子孙根，他现在连狼王都敢猎，他绝对会说到做到的。他一点事没有，似乎是感了风寒，身上倒是有些伤口。没办法了，就算躲避，恐怕也只能躲避一时。江辰手段狠厉，睚眦必报，肯定不会放过咱们。咱们这次趁他病，要他命，永绝后患。真不愧是我儿子，有胆气，有本事。爹，我听巧翠说，小陈上山前和陈家打了赌，咱们乡里乡亲是不是不要提？老大，你就是性子太软。以陈丰田那性子，若是小陈真的失手没能回来，同样不会放过咱们。那天人多，谁不得放狠话撑面子？小陈要是真给陈玉堂根儿给断了，那咱们在村里恐怕不好过呀。若是以前陈儿还是那泼皮样子，咱们还要商量。但是他现在猎了狼王，有胆气有本事，咱们肯定是劝不动的。您这哪是劝不动，分明就是不想劝嘛！本身就没什么大仇大恨，事情做绝了，这不就是平白多个素题吗？愁死了！江老弟啊，逆子，还不跪下道歉！对不起，江叔，我错了，请您一定要原谅我。陈老哥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快让玉堂起来吧！就活该跪着，还不快给你江叔把东西放到里屋去！江老弟，你别见怪，这都是玉堂一时义气说错了话，还下赌约闹了笑话。但是咱们两家乡里乡亲，日后还得互相帮衬着呢。那赌约可不能作数啊！等玉堂找机会弄死了江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江家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你也知道，这小子自从跟我学了2手本事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我现在也老喽，做不了他的主。要不是张三坡死了没法对峙，你算计我家水田，还指使张三坡怂恿江辰卖我家过冬粮，把我江家往绝路上逼。现在想大事化小，做梦！这可是爹特意到城里弄来的不明药液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江辰出事了也怪不到咱们身上。爹，救我！儿子，我只是病了，又不是死了。你们这么正大光明给我灌药，真是演都不演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惦记江家2亩水田。爹，现在就带你去看大夫去。陈丰田真要害你啊！陈丰田早就看上咱们家水田，但是一直没有实质证据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大哥和大嫂。如果我没有从山上回来，他们估计已经要对咱们家动手了。现在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不过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和爹是什么时候串通好的？快去烧热水。小陈，你没事吧？只是感了风寒，
还不至于。爹，陈家肯定不会甘心履行赌约，甚至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。你有什么主意？爹，你就对外说我受了重伤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咱们将计就计。好，这次一定扳倒陈家，永绝后患。这一切都在小陈预料之中，没想到他们真打算下死手。行了，小陈，你好好休息。老大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姜老头又来。沈老弟，我老姜粗人一个，什么事值得你亲自上门呐？你这谦虚了，你把儿子教育这么好，才猎得狼王啊！过誉了，这臭小子说到底就是有把子力气而已，比不得你们读书人知书明理。我看你病倒了，带了点东西给你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沈老弟，你看他们两人也是看对眼了，咱们要不择日不如撞日，将他们婚事定下来吧。江辰以前做过那么多荒唐事，但是现在他的改变是有目共睹啊。我看江辰一身英雄气，将燕秋托付给他，我也能安心。臭小子，还看？还不快拜见岳父！老大，上场！今日之后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有家人的感觉真好。